和男朋友吵架，我让他滚。他冷笑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要滚也是你滚。我的心瞬间冰凉，原来他从未把我当过自己人，他的就是他的，他心里一直分得很清楚。如他所愿，我搬了出去。后来他求着要把房子过户给我，我却再也没回头。下班回家，我推门而入，迎接我的是满室的喧嚣。丁旭阳和他几个同事在家里吃火锅，聊得热火朝天。看见我进门，那几个人抬了抬头，跟我打了声招呼：“嫂子回来了，快过来一起吃。”我勉强扯出一个微笑：“你们吃，我去换个衣服。”到了卧室，我连换衣服的力气都没了，直接躺在了床上。今天上班时我就感觉头晕沉沉的，下午的时候嗓子又干又疼，我就知道自己感冒了。下班后，我去药店买了点感冒药，就着矿泉水喝了。现在我真的是头昏脑胀，眼皮沉重，动都不想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丁旭阳推门进来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走到床边：“大家都喊你一起去吃饭呢。”不想吃，我的声音有气无力。感冒了，不舒服。感冒了。丁旭阳伸手摸我的额头：“发烧了没？严不严重？”没发烧，就是浑身没劲。我说：“那你好好休息。”他蹲下身，温声道：“客人都还没走呢，我得去陪一下。”我点头。客厅里的声音一直很吵，我的头要爆炸，没办法睡着，就一直忍着。另外，我心里还惦记着，等他们走了，还要收拾残局，也不能安心入睡。11点多了，我才听到外面他们要告别的声音。终于，家里恢复一片安静。我强撑着起来，走到客厅。餐厅里一片狼藉，桌子上是他们吃剩的残羹冷炙，到处都是溅出来的油污，还有满地的垃圾、烟头、啤酒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头更疼了。丁旭阳在浴室洗澡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听着里面哗哗的水声，心情无比烦躁。等他走出来了，我说：“你把餐厅收拾一下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困了，懒得动。”“放心吧，宝贝，你去洗澡睡觉，这些不用你管。”他跟我保证。想起他以往的作风，我还真没法放心，但确实身体乏累，点了点头，去洗澡了。等从浴室出来，看到餐厅里还是原来的模样，我顿时气血涌上心头。我就知道。推开卧室的门，丁旭阳已经躺在床上刷手机了。不是说收拾干净的吗？我感觉内心的怒火要喷薄而出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收拾吧。反正明天周六，有的是时间。他头都没抬，依然盯着手机。丁旭阳，现在是大夏天，温度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明天起来，你知道那味道有多难闻吗？我固执地盯着他，你现在就去收拾。我不去。他不耐烦。哎呀，说了不用你管，明天我保证收拾好。你哪次不是这样说的？然后就放在那里不管，最后不都是我收拾的？我气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我求你了，我今天实在是身体不舒服，不然我早就动手打扫了。我这有点洁癖，看不得家里脏乱差。自从搬进来和丁旭阳一起住，家里的卫生都是我一手包揽，地板都是一天一拖，垃圾也是一天一倒，每个周末进行一次大扫除，所以家里永远都是窗明几净，干净整洁。丁旭阳曾经抱着我骄傲地说：“老婆你真棒，太给我长面子了，来过家里的人都说我运气好，找到一个贤妻。”他也说过，家里不用打扫的这么勤，2-3天拖一次地就行。你看这地也不脏，不用拖。每次我拖地的时候，他都会说。他也曾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和我轮流做家务。可是每次轮到他的时候，他总说家里很干净，不用打扫，垃圾篓还没满，不用去倒。最后总是以我看不下去，主动打扫告终。慢慢的，家里的打扫就成了我一个人的活，丁旭阳完全甩手了。哎呀，睡了。丁旭阳不顾我的哀求，干脆放下手机，逃避般的用毯子盖住自己的头。看着他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装死，我的心头涌上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叹了口气，我认命般的去了餐厅。半夜12点多，我拖着感冒难受的身体，慢慢在餐厅打扫卫生。擦着桌子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，越想越委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曾经相爱的两个人住在一起后，会产生这么多的不愉快。同居生活没有我想象中的甜蜜美好，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家务和满身的疲惫。我发现我变得不快乐了，可能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。丁旭阳倒是说过，跟我住在一起感觉格外轻松，我帮他稳定后方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就能放心在事业上拼搏了。一方满意，一方痛苦，我不禁开始思考，我们的相处模式是不是有问题。等终于把餐厅打扫干净，并且把垃圾扔到楼下后，我回到卧室，看到睡得已经在打呼的丁旭阳，我忍不住崩溃了。丁旭阳，你给我起来！我拽着他大声吼道。姚晴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被吵醒的他暴躁了，一把推开我，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也知道是大半夜了，我都生病了，还一个人去打扫卫生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是怎么睡得着的呀？我泪流满面，满腹委屈。他气得猛地坐起来，朝我吼道：还有完没完？我说了让你去打扫了吗？
你自己非要去干的，怪谁？脏成那样，你让我怎么忍得下去？我蹲在地上大哭。丁旭阳，你混账！你就是知道我会看不下去，等着我去主动打扫是不是？你哪次不是这样？丁旭阳又躺回去，翻身背对着我。你愿意这样想随你便，我也懒得跟你解释，无理取闹。既然你不愿意打扫，为什么不在外面请客？每次都把人带到家里，搞得满屋子垃圾，最后都是我去清理。你自己说说，自从我搬进来，家里的卫生你打扫过一次吗？别人请客都是在外面，就你喜欢把人带家里，光是这个月都来几次了。我越想越不甘心，把心里累积的抱怨一股脑全说出来了。丁旭阳自从买房后就很喜欢在家里请客，有时候是我做饭，有时候是他们自己买食材做，后者更可怕，不仅餐厅里脏，连厨房、客厅都会被他们弄得一片狼藉。我曾经委婉地跟丁旭阳提过几次，不用每次都把人带家里来，在外面更方便，吃完直接走人，简单省事。他却振振有词，说什么那些都是他的创业伙伴，感情深得像家人一样，他喜欢一家人在家里吃饭，更有氛围感。丁旭阳毕业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创业，合伙创办了一个录音工作室，帮别人作曲、编曲、录音，生意还不错。我知道他们大学时就在一起玩，现在更是一起创业，几年的感情确实很深，但也用不着动不动就把人带家里吃饭啊。光是这个月，他们已经来家里聚餐4次了。其中有2个人更是连家里的大门密码都知道，有时候门铃都不按，直接自己开门进来，把这当成自家一样。我跟丁旭阳说，要不换个密码吧，他说没那个必要。丁旭阳，我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？看到他还在装睡，我忍不住掀开了毯子。大晚上的发什么疯？他一把扔了毯子，坐起来看着我。好，你既然想问清楚，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就是乐意在家里请客，怎么了？我不仅现在请，以后还要天天请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被他无耻的样子快要气疯了，抓起一个枕头朝他砸去。丁旭阳，你给我滚！我指着门口，滚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。他冷笑，一字一句道：要不要我提醒你，这是我家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要滚也是你滚。这一刻，我仿佛被一盆冰水兜头浇下，心瞬间冰凉。我点头，好，我走。擦把眼泪，我转身出了卧室，拎起放在沙发上的包，我跑了出去。大城市的夏夜，外面还是灯火通明。可是看着一家家的窗户透露出的明亮，我的心却无比悲凉。这座城市如此大，可是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。半夜3更，我无助地在路上游荡，无家可归。我拿出手机看了下，凌晨1点半，手机里并没有一通来电，微信也没新消息。这么晚了，我一个女孩子跑出家门，丁旭阳硬是没找过我。他那句这是我家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要滚也是你滚，像是按了复读键一样，在我脑海中一直反复不停地播放。其实这样的话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说了。曾经丁旭阳有一个发小来这座城市里找工作，暂时没找到房子，丁旭阳就让他搬进家里先住着。那发小也不客气，从来不主动买菜做饭，每次都等着我下班回去做饭。好多次我一推开家门，看到的都是他躺在沙发上，边吃零食边看电视，那姿势实在是太过不雅，我都不好意思直视，但他完全不会尴尬。我跟丁旭阳提过几次，他发小怎么还没找到房子？丁旭阳就说，那可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，咱这关系，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我说，可是他住这里我不自在，我想让他快点走。丁旭阳就有些生气，这是我买的房子，我愿意让他住。当时说完，丁旭阳就意识到自己措辞有些不对，赶紧跟我道歉。我以为那是他无心之失，加上他一个劲哄我，我就没计较。可是同样的话，他今天又说了一遍。我忽然明白，人在冲动之下说的话不会是无心之失，只能是发自肺腑的本能想法。就是因为心底这样想，才会在冲动之下说出口。他买的房子，他是主人，他有资格做任何决定，我只不过是有幸住进去罢了。能让我住，就是我莫大的荣幸，还妄想干涉他的意见。原来他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。他从未把我当作自己人，当作地位平等的家人，当作他携手共度未来的另一半。半夜的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我有点害怕。我四处张望，想尽快找到一家酒店，哪怕是个小旅馆也行。忽然间，一道人影从我身边窜过，我感觉到一股被拉扯的力量。我的包不见了！抢东西啊！反应过来后，我对着前面快速奔跑的身影大叫着，可是来不及了，那人很快拐个弯不见了。一瞬间，惊吓、害怕、无助、恐慌、孤独等各种情绪朝我袭来。我紧绷的弦忽然断开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崩溃大哭。半夜的大街上空荡无人，只有我一个人的哭声回荡，显得格外凄凉。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样，我迫切地想回家。我想爸妈，想家里的感觉，想被温暖包围，想用那种温馨快速填满内心的空洞。我决定了，现在就回家。还好刚才把手机从包里拿出来，不至于走不了。
我拦到一辆出租车，直奔火车站。我的家在附近的另一座城市，坐动车只需要1个多小时。可是这回暂时没有回去的班次，最快的一辆动车是凌晨5点半。我买了车票，办好了临时身份证，在候车室静静等着。等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坐上车。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嘴角不自觉扬起。我要回家了呢。坐在对面的小女孩对自己的妈妈小声说：“那个姐姐怎么又是哭又是笑？”她的妈妈冲我抱歉地笑了笑。站到家门口的时候，才刚过了7点，正准备敲门，我妈从里面打开了门。晴晴，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忍住要流泪的冲动，笑着说：“这不今天周6吗？回家来晚2天。”我妈赶紧把我拉了进去：“怎么起这么早回来？还不如坐昨天晚上的火车呢，又不用赶早，还能多在家里歇个夜。”我爸听到动静出来，看到我乐开了花：“哎呦，我闺女回来了，还没吃早饭吧？我去给你买。”我妈说着出门了，我就在家跟我爸唠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妈带着我最喜欢的小笼包和豆浆回来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妈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：“怎么黑眼圈这么重？是不是为了赶车回来？昨天都没睡好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何止啊，我是一夜都没睡。等下吃完了去补个觉，休息好了才有精神头。我妈摸摸我的头说：“对，去睡会。”我爸也说：“好。”我乖巧道。吃了早饭，我就去卧室补觉了。床单是我妈刚刚铺好的，干净清香，是熟悉的家的味道。我浑身放松，带着笑容进入了梦乡。这一觉就睡到了中午，我闻到排骨的香味，被馋醒了。起来啦！正赶上饭刚做好，我爸招呼我去坐下。“你看，你最喜欢的红烧排骨，好久没吃到了吧？”口水都流下来了，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筷子。饭桌上都是我爱吃的菜，我狼吞虎咽。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我妈说：“我就是好久没吃家里的菜了，太想念了。”我笑着解释：“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有时间就回家，又不是太远，1个多小时的火车。”我爸埋怨道：“天天说自己忙，再忙1个月至少回一次啊，让你妈给你补补，看你都瘦了这么多。”“爸，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的。”我郑重跟他保证。爸妈听了这话都很开心。在家里待了2天，我感到无比轻松，无比快乐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周日的晚上，我要坐动车返程，因为周一还要上班。爸妈送我到火车站，给我装了一大包好吃的。跟回来时的心情很不一样，受的伤已经被家人治愈了，我现在很愉悦。坐上火车后，就拿出零食慢慢吃起来。正无聊地欣赏窗外的风景呢，我爸给我发来了微信：“晴晴，你打开我们给你装东西的那个包，内侧有个小包，里面装了一张卡。”我疑惑地去摸，果然掏出来一张银行卡。我回信息：“爸，给我银行卡干什么？”我爸回道：“卡里面有50万，不知道能不能凑够买房子的首付。实在不行，就买小一点的，够你1个人住就行。虽然你是女孩子，但有自己的房子就有底气。晴晴，爸妈没本事，没钱给你买大房子，对不起。”我顿时泪如雨下。在家时，爸妈虽然什么都没问，但他们肯定猜到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会那样狼狈地回家吧。是的，狼狈。怪我没有考虑周全，一冲动就回去了，完全没想到自己是个什么形象，连个包都没背，只拿着一个手机，身上还穿着居家服，脚上甚至踢着拖鞋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出门的装扮。现在想想，难怪我妈盯着我脚上的拖鞋，几次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问。他们一定是怕我伤心，才不敢开口的吧。想想自己放在手心里的宝贝女儿，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才会在凌晨1个人坐火车跑回家，他们不知道有多心疼。我想，爸妈一定把事情的经过琢磨得差不多了。他们脑补我肯定是跟男朋友吵架了，那是人家的房子，我肯定是被赶出来的。他们不想我再受那样的委屈，才会给我钱让我买房。这就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家人啊！我有一点不对劲，他们都能看出来，并猜测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为了不让我更伤心，哪怕内心再焦急，也不敢开口问1个字。我何其有幸遇到这样爱我的父母。虽然跟男朋友吵架了，甚至会分手，但我现在一点不难过了。我的内心被爸妈的爱填满了，我不缺幸福。我擦干了眼泪，平复了心情，尽量让自己语气平稳。爸，你干嘛给我钱？我不需要买房，租房子就行了。这些钱留着你和妈养老，我直接打电话过去。我知道这张卡里的钱几乎是爸妈的全部存款了。晴晴，这些钱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嫁妆，反正迟早都是要给你的。我爸说，放心，我和你妈还留了有点钱。再说我们都有退休金，我们都觉得买房挺好，以后爸妈去你那边了，也有地方住是不是？听了这话，我犹豫了。确实，爸妈离我不远，我也想经常接他们过来玩，小住一段时间。因为之前住在丁旭阳的房子，我虽然很想让爸妈过来，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，毕竟我们还没结婚。
如果真的有了自己的房子，那肯定很美好吧？那爸，我有空了先去转转，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。我决定接受爸妈的心意了。如果我坚持拒绝，他们可能会一直放心不下吧。我自己还有点存款，加在一起确实能付个小房子的首付，哪怕不够，借钱我也要咬牙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在这一刻，我的内心无比坚定，我要买房，我再也不要被人赶出家门了。挂了电话，我爸又给我发来微信：闺女，你感情的事，我和你妈从来没有过问，我们也没有见过那男孩子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但你是个成熟的大人了，我和你妈相信你的眼光和判断力。既然你们在一起，他肯定有他的优点。但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生活，需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，这远比校园恋爱要复杂得多。我们只想告诉你，如果在一起不快乐的时候占大多数，那这段感情可能不太适合你们。早一点走出来也是好事。你是爸妈从小疼到大的宝贝闺女，我们只希望你简单快乐、平安健康，别无所求。我又忍不住破防了，眼泪哗哗流。我爸还说自己内向、嘴笨、不会说话，这不挺会说的吗？快把我感动死了好吗？我给他回复：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生活的。火车到达后已经天黑了，我直接在公司附近的酒店开了间房住下。第二天我就跟公司申请了宿舍。我们公司一直有宿舍安排，只是毕业后我就跟丁旭阳同居了，从来没享受过这个福利。宿舍的申请当天就批下来了，我晚上就可以搬进去住。下班后我去买了被褥、洗漱用品等，先在宿舍住了一晚。一觉醒来，我直接赶去丁旭阳的房子。为了不跟丁旭阳碰面，我特意请了一天假，用来收拾东西、搬家。还好他家装的是密码锁，不然我可能就进不去了。推开大门，一股酸酸的味道迎面扑来。顺着味道走过去，我看到垃圾桶里扔的泡面盒子。丁旭阳早上出门时又没有把垃圾带走。不仅如此，我看了下屋里，地上扔着纸巾，地板上还有一串黑脚印，桌子上散落着几个零食袋子。看来我不在的这2天，他完全没有打扫过卫生。我看了眼就不管了，直接去卧室整理自己的衣物。本以为东西不是很多，应该很快就搞完，没想到一整理就是一大堆。在一起住了2年，我的物品遍布屋里的各个角落。我带的2个超大的行李箱根本就装不下，只能先回去一趟，等下再过来运第2趟。从宿舍返回来后，又接着整理，不知不觉都到了傍晚。看了看时间，已经5点多了。怕碰到丁旭阳下班回来，我赶紧把所有东西一股脑都丢进行李箱，匆匆拖着走了。我承认我是有一点逃避的态度，我和丁旭阳的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？我想冷静下来后再认真思考。我不想在冲动下做出任何决定。有时候我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当初明明相爱的2个人，最后怎么就没办法在一起生活？是因为琐碎的生活把我们之间的爱慢慢消磨了吗？他对我已经没有爱了，所以才会一次次不顾及我的想法。还是我对他太纵容、太迁就了，让他开始得寸进尺？又或者是情侣之间需要的不仅仅是爱，还要考虑性格、习惯等是不是合得来？其实我们2人根本不适合一起生活。明明以前上大学还没同居时，我们2个谈恋爱是很快乐的。我和丁旭阳是同一个大学同一级不同系，我们2个都是学生会的成员。一天学生会开完会，大家都走光了，我因为个人情绪坐在那里发愣。姚晴，你怎么哭了？他走过来问我，我这才发现自己满脸泪水。可能急需要一个人倾诉，那时候跟他也不是很熟，我还是把自己遇到的事告诉了他。我在外面兼职发传单，辛辛苦苦发了3天后，别人不给我结钱，说是我没有按规矩发，很多传单没有发给目标人群，都浪费了。我胆子小，不敢跟别人争论，就默默回来了，越想越委屈。那店家就是想赖账。丁旭阳总结道：看你一个小女生好欺负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找那店家，把工资要到手。那时候我跟他只说过几句话，他明明可以简单安慰我2句就行了，却主动提出要帮我忙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更让我佩服的是，他带着我到了那家店，据理力争，说如果对方不给钱，他就报警。你们让他每天发多少单子，之前说好的酬劳多少，微信聊天记录里都有，这些都是合法证据。他语气冷静。可能那店老板真的是欺软怕硬，最后干脆把钱都给我了，1分不少。那天看着丁旭阳在那店老板面前毫不胆怯、气势十足的样子，我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那一刻，他的周身仿佛散发着光芒，让人着迷。同样作为大1的学生，我还把自己当孩子，面对社会上的成年人总是底气不足，而他却有胆量跟别人据理力争，像个真正的大人一样，给人很可靠的感觉。后来丁旭阳还跟我说，不要去做发传单这样的兼职，又累钱又少，划不来。他给我介绍了一份家教工作，跟他做家教的孩子在同一个小区，我们就经常一起坐公交车去兼职。我教的是高1数学，有一些知识点不记得了，他还会帮我归纳梳理，指导我用什么方式跟别人讲题更容易让人听懂。
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，他都教会了我很多，给了我太多的帮助。这样的男生，我当然会心生好感，但我性格内敛，秉着女生的矜持，一直不敢主动表达。还好，后来是丁旭阳先开的口，在情人节那天，他跟我表白了。他说刚进学生会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，问我能不能做他女朋友。我欣喜地点头。大学期间，我们边学习边恋爱，时间过得飞快。丁旭阳对我很好，除了一点，他太忙了。后来他成了学生会的会长，一边忙学校里的事，一边兼职挣钱。有时候一整天我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能见他一面。他对挣钱有一种狂热的劲头，他说要在大学就开始攒钱，争取在毕业2年内买房。了解了他的身世，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拼。丁旭阳从小父母去世，他都是辗转在各个亲戚家生活的。亲戚们商量好轮流带他，他这家住段时间，那家住段时间。从小我就感觉自己是个无根的草，居无定所，特别不踏实。一次喝醉酒后，他哭着跟我说：“晴晴，我做梦都想有自己的房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有个家，能让我踏踏实实住下来的家。”那时候我特别心疼他，难怪他这么成熟懂事，什么事都必须靠自己，能不早熟吗？为了攒钱，他平时都很节省，但他对我却很大方。他送给我的礼物都不便宜，给我买的衣服鞋子都是牌子，他自己却在淘宝买几十块的穿。我无意间说自己想在大学期间把驾照考了，他就背着我偷偷给我报名了。事后我把报名费转给他，他坚持不要。我确定曾经他真的很爱我，因为我能感受到被爱的幸福。但是现在他还爱不爱我，我不确定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大概是毕业了，我们同居后吧，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，开始出现了争吵和冷战。终于到了现在，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跟他分手的事了。我只知道现在我不想见他，我怕一见他就忍不住生气。我平时性格温和，很少发火，可自从跟他一起生活后，我发现自己暴躁了很多。毕业后我的每一次不开心都是因为他，而且这一次吵架那天是周五的晚上，到现在周一，整整3天的时间，他没有联系过我一次。可能是因为我毫无保留的爱，让他越来越坚信我离不开他。怪我不争气，以前每次闹矛盾冷战，最后都是我主动找台阶下，他都习惯了。对于我，他是有恃无恐。我想他现在也是在等着我主动回去吧。可是这次我却无比坚定，再也不会回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努力工作，挣钱买自己的房子。公司有外训部门，需要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，很辛苦，但能飞快锻炼自己的能力，挣的也多。本来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个部门出差2次后，我就觉得太累了。丁旭阳也心疼我，他说不需要我这么拼，家里有他努力挣钱就够了。我就跟公司申请转了部门，去做工资不高但清闲的文职。现在我忽然明白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换了部门后，公司很快给我安排了出差任务，就在3天后。我想起来，那天包包被抢后，我的身份证还在里面。就在我准备去公安局重新办理身份证时，我接到了那边打给我的电话。原来那天晚上我大叫一声后，附近有人听到了，立马去追那个抢我包的人，追了一段路才追上。那位好心人怕返回来我已经不在原地了，就拽着抢包的人直接去了公安局，拿到了包，里面的身份证也在，我已经满足了。请问那位好心人有留下电话吗？我想当面感谢他，我问警察。哦，那人说了，不用找他，他叫雷锋。警察说着也笑了，还挺幽默的。因为这个陌生人，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我出差的那天，拎着行李箱进了高铁站，才终于接到丁旭阳的电话。这么久了，气还没消吗？他叹了口气，晴晴，回家吧，我想你了。阿阳，我已经搬出来了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生活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分手2个字还是没说出口。什么？你搬出去了？丁旭阳大声道。你搬哪里去了？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我自嘲地笑了下。原来他也知道我没地方去，却还能放任几天都不管我，从来不想一下我要住哪里。而且家里我的东西全部都搬走了，他居然没发现，到底是有多不在意。我们公司提供宿舍。不说了，我要上车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中途他又打了很多电话，我都没有接，专心的在车上熟悉外训的相关材料。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了，等到了酒店，丁旭阳的电话又来了。这次我接了。晴晴，我看了家里的衣柜，你的衣服都没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跟我分手吗？他一开口就是质问的语气。我愣了下，自己迟疑很久都没忍心说出口的2个字，就这么被他轻而易举说出来了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也吵过架冷过战，但从来没说过分手2个字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他开口说的。还是变了呀，现在他能对分手2个字脱口而出了。
既然你这么想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我咬了咬下嘴唇，顿了下。阿阳，我们分手吧。那天，丁旭阳咬牙切齿地说了句"如你所愿"，就挂了电话。我们也再没联系过。我一头扎进了工作中，疯狂出差，有时候1个月有20多天在外面。我发现人的适应性真的很强。当咬牙坚持挺过最难熬的前期时段，我就忽然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。有时候偶尔休息一天，我都觉得是在荒废时日，总想找点什么来做。我现在连躺在床上悠闲地刷手机都很少干了，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学习，不停充实自己。虚度时光让我会有一种罪恶感。与此同时，努力带来的是同等的回报，我的工资是以前的几倍。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慢慢增多，我的内心无比满足。分手的第4个月，在我公司不远处有一个新楼盘开盘了，我去看了看，其中有个小户型，70多平，2室1厅，首付是我刚刚付得起的。看了样板间，我忍不住心动了。我打电话给爸妈说了这事，他们也激动地说要来看看。休息的前一天，我给他们买了高铁票，带着爸妈去看了房子，他们也很满意。我爸满脸喜色，就这个离你公司近，以后上班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我妈也说，哎呀，咱晴晴以后就有自己的房子了。当天我们就把房子定下了。同时，我手里的钱全部都用完了。但这有什么呢？房子也不是马上就交付，等拿到房的时候，我肯定又攒了一笔钱，刚好用来装修。我又要加油挣钱啦。这种努力的感觉真的会让人上瘾。偶尔我还是会想起丁旭阳，但因为太忙了，通常他的面孔只是在脑海闪一下，我又投入到其他事情当中了。有时候会刷到他的朋友圈，他和朋友们一起在家里聚餐、玩音乐，很快乐的样子，挺好。想必没有我的抱怨，他更能随心所欲地带朋友们回家了吧。虽然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可惜，曾经相爱的2个人，几年的感情忽然就这么断了，但我并不后悔跟他分手。离开他后，我认真想过，我和他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，分手是必然的结果。如果再拖下去，矛盾激深，可能我们以后会变成怨侣。就在我慢慢让自己忘掉他时，丁旭阳又出现了。下班后，他等在我公司楼下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笑着对我说："晴晴，我带你去吃饭。"我站在原地看着他，阿阳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气性还挺大，都快半年了，气还没消吗？他凑近我，鼻尖快碰上我的鼻尖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已经分手快半年了。我现在过得挺好，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。我撇过头去，跟他拉开距离。看我态度认真，丁旭阳急了："晴晴，我没想跟你真的分手，我以为你是说的气话。分手还有开玩笑的吗？"我语气冷静："阿阳，世界上分手的情侣不计其数，我们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对，这没什么奇怪。我能接受，相信你也能接受。"在我离开时，他拉住了我的胳膊，眼眶通红。不，我不能接受。自那天后，只要我不出差，丁旭阳准能在我下班时等在公司楼下。不知道他怎么认识了我的直属领导，很快他和我领导称兄道弟，一副交情不浅的样子。从我领导那里，他每个月都能提前知道我的出差安排。对于我的工作日程，他记得比我还清楚。每次我从外地回来，他都知道我是哪个车站或机场的哪个时间点到，都能提前等在那里。但我一次都没有坐过他的车，坚持自己打车。他也不气馁，默默开车跟在后面，下次依旧照样做。他这种殷勤、周到、体贴的感觉，我已经很久没感受过了。刚同居的头1年，他还坚持每天早上开车送我去上班，晚上再去接，因为我跟他上班的地方不在一个方向，需要绕一些路。心疼他每天要在路上开这么长时间，我就说以后不用接送，我自己坐地铁，他立马答应了。后来他就再没有接送过我一次。甚至有一次下班，外面下大雨，我打电话让他来接我，他直接给我转了100块，让我打车回去。后来我就发现，他愿意花在我身上的心思越来越少了。现在已经分手了，他却愿意费神了。可是我却不会感动了。我看过他对我感情变淡的样子，不想再重复一遍。终于，在他又一次等在楼下时，我答应了他的吃饭邀约。有些话还是一次性说清楚吧。饭桌上，丁旭阳殷勤地给我夹菜。晴晴，多吃点，出差很辛苦吧？你都累瘦了。他语气心疼。其实女孩子没必要这么拼的。以前我就说过，你就做点轻松的工作，家里的未来我负责打拼就行了。什么房子车子都不用你操心，甚至未来孩子的教育都不用你费心。这些话以前他也跟我说过。在挣钱方面，他确实比我强多了。年纪轻轻就当了老板，虽然录音棚的规模不大，但业务量不错。毕业后，他的收入一直在稳定增长。2年内买房，他也做到了。我们在一起生活时，平日的开销也大部分是他在负责。他确实有底气说这样的话，但是我尝过了靠自己奋斗的感觉，已经不想再依靠他了。
他所有的都是他的，而不是我的。他能给我，也能随时收回。我再也不想体验一次被别人赶出家门的感觉了。阿阳，我想要出差，我也不觉得辛苦，因为我要努力挣钱。刚买了房，我现在连装修的钱都不够。我语气平淡地解释。什么？晴晴，你买房了？他语气惊讶。你为什么要买房？我们不是有房子住吗？如果你嫌小的话，我以后可以换大的。那是你的房子，不是我的。我冷静道。晴晴，对不起，你还在为那件事生气是吗？我跟你道歉，都是我的错。那天晚上我不该冲动之下让你走，也不该说那样的话。是我混账。他急切地跟我解释，我说错了，那是我们两个的房子，是我们共同的家。你对我说的是滚，你让我滚，你说那是你的房子。我提醒他。到现在提起这句话，我还是会感觉余痛未消。对不起晴晴，我不知道这句话会对你伤害这么大。你打我，你骂我，只要你能出气，你怎么对我都可以。他哀求地望着我。阿阳，分手不是一时冲动。这几个月冷静下来，我认真思考过，我们可能真的不合适。我心平气和道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，虽然你一直说着那是我们的家，可是你的心底，你的潜意识里，从来都认为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房子。不是的，晴晴，我没有。丁旭阳急着辩解。你还记得当初装修房子的事吗？我打断他，你说你喜欢浅色系，家里的墙壁、窗帘、沙发都必须颜色淡。你兴致勃勃地布置着你的新房子，说你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可是从头到尾你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，家里所有的装修都按照你的喜好来。你说那是我们未来的家，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。去买家具时，我看到一套红木餐桌，跟你说很好看，你理都没理，径直去看自己喜欢的款式。好几次我说想养只猫，你都拒绝了，说猫毛会到处乱飞，猫屎太臭。我都保证我会清理干净，你还是不答应。你说你想在家里设计一个专门玩音乐的房间，铺上隔音墙，里面摆放各种乐器。你就把2个客卧打通，装成音乐室，甚至叮嘱我不要随便进那个房间，说那是你的私人领域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有难过的，但当时我还爱你，就不停安慰自己，你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，过久了寄人篱下的日子，才会对自己的房子有执念。我自己给你找借口，然后默默原谅了你。甚至我还为你高兴，你终于实现了梦想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不用再去别人家里借住。说到这里，对面的丁旭阳已经泪流满面。对不起，晴晴，我不知道，无意间伤你这么深。丁旭阳一直道歉，泣不成声。那天晚上你把我赶出去后，我忽然惊醒了。其实在你眼里，我从来不是和你身份平等的女朋友，而是你的依附。不是，晴晴，你不是。他急着解释。我突然明白，除了爸妈，没有人是永远靠得住的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。我看着他，声音带着些哽咽。阿阳，曾经我很爱你，但这些爱在琐碎的日子里慢慢消磨没了。其实我更爱的人是我自己，我不想让自己再受委屈了，我不想再被别人赶出家门，说那是他的房子了。晴晴，你放心，以后没有以后了。我打断他，我们分手了，以后我会有自己的房子，我会把房子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家里以浅绿色调为主，要有一个大阳台，那里放着一个秋千椅。卧室的墙壁刷成淡黄色，吊灯是百合花的形状。我还要给自己装修一个书房，里面有大大的书柜，摆满了我喜欢看的书，还有一张大书桌，我平时可以在那里办公。而且我还要养只猫，胖胖的橘猫。我的脑海里勾勒出未来家的样子，语气里全是憧憬。说完了，我将纸巾盒放在丁旭阳的手边，对他说，我先走了。终于我把一直积郁在心底的想法一股脑全说了出来，像是发泄了一通，内心的那一点不甘也终于消散了。现在我无比轻松，仿佛终于从过去那段恋情里完全走出来了。我和丁旭阳的这段感情现在算是彻底画上句号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丁旭阳没有再来找过我，我依然拼命的工作挣钱。一天，公司的杨姐问我有没有对象，我说没有。杨姐说她朋友让她帮忙给自家弟弟介绍对象。小姚啊，我朋友这弟弟我也见过，高大威猛，还是消防员，人也大方开朗，要不你去见见？要是看不对眼也没关系，回来跟我说就行了。缘分这是勉强不得，姐能理解。杨姐语气诚恳，就当帮姐一个忙行不？我那朋友天天催我，杨姐在工作上帮过我不少忙，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我也不好推辞了。本来只是想走个过场的，算是帮杨姐应付一下朋友。没想到刚跟徐哥见面，他就来了句是你，我也愣了。我们见过，他点头，准确地说是见过你的身份证照片，我记性很好。本来以为只是同名呢，没想到真是一个人。我一头雾水，听了他的解释，才知道他就是当初抓到抢我包包的那个人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雷锋。我恍然大悟，赶紧站起身鞠躬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他笑起来很好看，牙齿贼白。
话说你跑步的速度很快啊，我记得当初那人抢了我的包，嗖一下就跑了，我追了一会就不见他的身影了。不是我骄傲，在跑步这块，除了专业运动员，没人能跟我们消防员比，我们可是天天训练的。我发现我们两个还挺聊得来，边吃饭边聊天，时间过得飞快。吃完饭，徐哥很绅士地把我送回了住处。从那次见面后，徐哥对我还挺主动的，他约了我好几次，不过因为我都在出差，没能赴约。每天他都会给我发消息，讲他一天都做了什么，碰到什么有趣的事。一般都是他说的多，我说的少。忽然有一天，好久没出现过的丁旭阳给我发来消息，那是他拍摄的一段视频，内容是他重新装修过的房子，浅绿色调，大阳台，秋千椅，淡黄色卧室，百合花吊灯。他那间巨大的音乐室也被改成了书房，里面摆放着原木书架及书桌。他竟然按照我说过的话，把整套房子全部重装了一遍。丁旭阳说：“晴晴，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遗漏的或不满意的地方，我可以再改。你不喜欢我带朋友回家聚餐，以后我都不带了。你喜欢养猫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领一只。”我回复他：“阿阳，你没必要这样，现在我不需要了。”丁旭阳急着打来电话：“晴晴，以前是我自私，但我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缺点了，我会改的，你相信我。你离开了，我才知道，没有你，这里根本就不算家，只是个空洞洞的房子。以前是我想偏了，以为有房就有家，现在才知道，有爱人有感情才叫有家。阿阳，晴晴，不要急着拒绝，好吗？如果你还没安全感，我可以把房子过户给你，明天就去办手续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只是刚离开我，还不适应，过段时间你就会习惯的。阿阳，这个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。不，我离不开你。他语气坚定。又一次出差回来后，公司给我发了很大一笔奖金，我心里盘算着带爸妈出去旅游一次。到了下午，我又接到房产经纪的电话，说房子已经完工了，下月可以交房了。他问我现在有没有空，可以先去参观一下。我回答他当然可以，下班了就去看。今天一天接连听到好消息，我感觉自己的心情好到飞起。我去了地，边忙碌边哼着歌，一到下班的点，立马拎着包飞奔出去。到了楼下，我忽然愣住，我的面前站着两个男人，看到我出现，两人都面色欣喜地奔过来。晴晴，两人同时开口，又惊疑地看向对方。徐哥不愧是消防员，反应更快，他先一步对我说：“晴晴，下班了有空吗？我带你去吃饭。”丁旭阳面露急色：“晴晴，这人是谁？你不会跟他走的是吗？我订了你最喜欢的餐厅。”我冲他们两人摆摆手：“不好意思，今天没空，谁约都不去。”给他们一个抱歉的眼神，我大步朝外走去。男人什么的都靠边站，去看我的房子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夕阳西下，微风拂面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一天晚上都10点多了，我接到丁旭阳朋友的电话，他说丁旭阳在酒吧喝醉了，让我去把人接回来。麻烦你送一下他吧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礼貌回话，挂断了电话。10分钟后，丁旭阳打来电话，刚一接通，听筒里就传来他的哽咽声：“晴晴，你真的不要我了是吗？”话音含糊不清，听起来确实带着醉意。不待我回答，他又接着说下去：“以前每次我喝醉了，你都很心疼，你说我胃不好，劝我要少喝点酒。你还会给我煮醒酒汤，还会一勺一勺喂给我。可是现在我醉成这样，你都不管我。”说着说着，他放声大哭：“晴晴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“对不起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还是残忍说出了内心的想法。经历了这段时间的煎熬，我发现对于过去的那段感情已经彻底放下了。不爱了就不要勉强，以后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1个月后，我忽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显示我的银行卡收到很大一笔钱。我问了周围一圈人，没人给我打钱。忽然像是灵光一闪，我想到一个可能，给丁旭阳打了电话。他说他把房子卖了，钱全部打给我了。你疯了？为什么要卖房子？我第一反应是心疼，当然是心疼房子。我知道丁旭阳为那套房子费了多大的心血，他一直想有个家，直到有了房子，他才觉得自己不再漂泊。那是他人生的第一套房子，完全属于他的住所，代表的不只是资产，而是凝结了他从小到大的心愿，是他梦想的实现。而现在他居然把房子卖了。晴晴，没有了你，那就只是房子，而不是家了。他的声音透着凄凉。你知道的，我曾经多喜欢那套房子，可是后来我却不敢回去了。我害怕面对空荡荡的家，我住在里面整夜失眠，我只想逃离。现在房子卖了，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他都已经这么说了，我也没法再劝。但我当然不能拿他的钱，都已经分手了。我知道他的卡号，又把钱打了回去。后来我听说丁旭阳把那笔钱全部捐给福利院了。他说以后再也不买房了，他不配有自己的家。
我的新家装修完已经晾了半年，我找了个休息日开始搬家。一大早，徐哥就等在楼下。最近我们联系频繁，他听说我今天搬家，主动要求来帮忙。等忙完后，都快中午了，我累得瘫倒在地上，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了。让我歇会，等下请你吃饭。我喘着气。同样是忙了半天，而且徐哥比我做的事多了，他却看不出一点疲倦，还有闲情逸致欣赏我挂在墙上的装饰画。这画在哪买的？我也去买2幅挂新家的墙上。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品味不错。而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这人体力也太好了吧。看我没回答，他转过身看我，扬起眉毛，有这么累吗？算了，要不中午不出去吃了，我来下厨，能不出去我当然乐意。可是这刚搬过来，冰箱里都是空的呢，啥食材都没有。没事，我家里有，上我家吧。说着，他打开了门。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去外面吃呢。我不情愿地站起来，你家肯定比外面的餐厅远吧？我没力气去了。不远，就在对面。然后在我的目瞪口呆中，他打开了对面的门。你住这？我惊讶的下巴快掉地上了。我本来就打算买房，看你这地段还不错，就干脆买了一套。巧了，就在你对面。不过我装修找的全包，所以比你先装完。哦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愣着点头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参观一下邻居的家，顺便尝尝我的手艺？他做出邀请的姿势。好，我迈步进去，嘴角轻轻翘起。这邻居能处。